歡迎來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號，歡迎大家進入直播間，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是否都沒有問題。好了，感謝秦朋友第一時間幫忙確認。我們先來簡單的說一下，今天有一個，就是這周吧，我們先說一下這周有一個 PCE 數據，這個 PCE 數據是在周四盤前，大家需要關注一下。那麼其他的時間的話，本周經濟數據並不多，我們就簡單說一下這個經濟數據，然後我們來趕緊看一下這個其他的。因為現在我發現這個本周啊，或者說最近一段時間，因為这个美聯儲的這個利率決議也結束了，所以說他現在最關注的就是這個通脹，這個通脹是他最關注的，美聯儲的新主席 Kevin Walsh， 所以跟通脹相關的數據，那麼就是非常重要了，對吧？那麼我又看了一下最近的話，驅動市場大漲大跌的消息並不多，什麼中東戰爭啊，什麼俄烏戰爭啊，現在市場都不感冒了。那麼現在財報季也沒到，所以說最關鍵的一個數據就是本周四這個 PCE 數據，我估摸着這個市場現在怎麼說呢？我個人傾向的話，它可能慢慢往下滑，在日線上的話，它可能慢慢往下滑到周四，看一下這個 PCE 數據。如果說通脹還是很糟糕的話，它可能會繼續往下滑。如果說通脹PCE 數據沒有那麼壞的話，可能彈一下，然後再來一下，對吧？大概區別就是這樣。但整體來講，目前市場你想讓它大漲或者大跌，現在都看不到太多的東西。就是我們簡單說一下這個我的一個個人的一個盤感。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現在看的是日線，我們再看一下1小時。1小時從這個最高點7627的話，其實是有結構了。如果說我們以7620啊。以7620作為這個分隔點的話，我們看它的右側，現在看的周期是1小時圖形的，對吧？1小時上有進入段2次反彈。我們看一下這裡，如果說我們這麼畫的話，這裡還有一個反彈，不能這麼畫。因為我們之前我在周末漫談的時候是畫過，它是一筆上一筆下，先把這筆上當成一筆。那麼1小時上的話，這就是一個3段。也就是說，從這個7237開始，因為前面這個123在日線上已經成一筆了，現在這個右側也是123，然後一個4和5，也就是說，現在這個5啊，不知道有沒有結束，在1小時上它可能沒結束，就是說從7402到7503，就這一筆，現在1小時上是夠一筆，但是你不知道結沒結束，所以它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我們把這段給高亮一下，就這一小段現在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我們再看一下5分鐘，5分鐘有這麼一個中樞，從這個7402到7530有這麼一個5分鐘的中樞。它想要繼續往上生長的話，必須要到這個中樞上方去，對吧？往上走，或者說我回彈一下中樞，比如說到這個中樞中軌再繼續往下走也可以。那這樣的話就是上面是一筆上，下面是一筆下。也就是造成1小時這裡可能是要延伸出一筆下來。那麼如果說打掉7402的話，那就是日線上，那就可能就到了我剛才說那個時間點，周四有那個 PCE 數據可能要跌破7402，所以說跌破7402之後我們再看，如果說能跌破7402的話，就是這裡可能是直接跌破它，或者說是彈一下再跌破，就是彈一下做一個小中樞再跌破也可以。所以現在的短期就盯着這個7402，只要跌破7402之後不快速往下走，都不會有大跌。所以現在就先盯着7402，以及這個是要往上衝一下，對吧？如果說往上衝的話，在日線上你要看，這是一個潛在的一個二賣，這個位置是潛在的一個二賣。如果繼續往上衝的話，甚至再次突破這個7620的話，那會出現一個盤整背馳，你還是賣。往上漲的時候，如果說背馳，你都是賣，而不是去追。如果說
突破了這個小的高點，但是不能夠突破7420，那還是二賣，也就是說它還要在這裡做中枢。那現在这個位置千萬不要追，千万不要追，往下跌的时候也不要着急買，因为它可能是速度越来越快的往下走，那就毁了，可能去120天了，曉得吧？所以現在這個位置，你如果說想做操作的話，只能用很小一點倉位，做一點小周期的短差，比如說5分鐘的，你去做短差去。大的這個級別的這個進出的話，現在看不到，但是往上走一定要先減。好的，這是簡單的，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標普，我們看一下大家的提問。先看第一個，親朋友問了一下 APLD， 也是一個這個圖形我們之前沒有分析過嗎？沒有分析的痕跡啊。我的印象中，有分析過，我就說嘛，我看着這個圖形挺有印象，因為我剛才把這個畫線給取消掉了。那麼這也是跟 AI 相關的這麼一個公司做這個，具體做什麼大家可以查一下，但是肯定是跟 AI 相關的。那麼它的大周期我们之前是畫過它的圖形的，這個下面有一個大中樞，月線上有個大中樞，然後這是月線的一個離開，前面是月線的進入，對吧？那麼月線這個離開明顯是不背馳的，也就是說這個離開段跟這個進入段比較，你目測也知道這個空間大，然後這個張口張得非常大，也就是說大周期上它是一個強勢狀態，所以說你要做的話就是順大逆小，順着大周期做，大周期是做多的，你就小周期它回調的時候你去做多，這就是我們說的順大逆小。那我們看一下最後這一筆的內部。你只是說想看一下，並沒有說你的具體的一個操作，我們就簡單的說一下。那麼在周線上現在又出來結構了，我們不知道你有沒有之前問過之後有沒有跟蹤它，因為這種片的話因為現在的股票其實很多，如果說你不去做跟蹤的話，就是你如果說比如說你選的基本面那個股票基本面非常好，其實你不去跟蹤它也沒有關係。比如說你在這個位置買了，你不看它也會自動往上漲的。這就是我們一直說的選股的重要性，選股的重要性，你即使不操作你也很難虧，但是如果說你選錯了股票，你如果說不去操作，不去降成本，那可能會虧，對吧？那麼現在它在周線上有結構，這是一個進入段，然後2次回檔，現在又上去了。那麼其實它也是現在這一小段也是處在一個中陰狀態，也就是說它可上可下，這個結構是在一個中陰狀態，可上可下。它要麼是再次突破850.73，要麼是再次跌破這個37.69，對吧？所以你就需要觀察了，這個它的內部結構，內部這些結構是往上的可能性大呢，還是往下的可能性大？那麼這是日線，我們把這個日線上的結構給它補一下。那麼這裡有過回落，但是不夠一筆。你看它前面的回落，這些回落都不夠比，只有到這裡才夠一筆。那麼其實就是一個1、2、3，就是跟這個指數呢有點類似，走了一個3筆，一筆上，一筆下，一筆上，走了3段。現在就看它現在這個回落的話還不夠一筆，如果回落夠一筆之後再看，是能夠在這裡收這個回落的話，它收不好的話，可能就要再往下延伸一下。那現在首先你就不要追它，對吧？已經都到這個位置了，離前面的這個小高點50.73的空間很小，10%左右的一個空間。但是它如果說往下走的話，那就到下面這個低點的位置大概有多少？18%。如果說到120天的話，是有25%。就說明什麼？說明這個做多的話，它的不划算。你做多的話，有可能賺10%，因為它突破50.73，有可能就被持，因為它這個位置已經很糾結了，它的內部應該走了2個小中樞了，次級別或次級別，對吧？就是往上漲再多就是突破50.73嘛，有10%左右的空間。但如果说往下來的話，有可能是18%到25%的空間。就這個位置你去做多的話就不划算。所以最好的就是首先不要追，上去了背馳了我減，等待再次回落。往下來的話也不要着急加，它有可能慢慢的往下滑，曉得吧？所以就處在一個相對比較尷尬的位置，但是這個尷尬是你在這個位置進場尷尬。如果說你是在前面這裡大中樞的底下進的，你就不會尷尬，因為你是無所謂的呀。
你都涨了多少了？從这裡，这都已经涨了100%了。所以说，这就是看你有没有在底部的时候进。那上来都涨这么多了，你再追，那就比较尴尬了，对吧？所以不是说我们要用技術分析能夠分析出來，能夠告訴你哪個位置買肯定賺，哪個位置賣肯定你虧，沒有這樣的方法。唯一要做就是到了結構了，我要買，等待它是不是要往上衝。那這個位置你買進去了，它也可以打掉它，它也可以被打掉，繼續向下延續啊，對不對？所以說，沒有100%讓你盈利的方法，或者說沒有無風險的操作，而是你出現了這種結構回落了，你去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又出現底分型了，需要買入，等待它，就是先買後賣。比如說到了這個中樞上沿我要賣，而不是說到了上面這個位置我要看它糾結要不要追。所以這就是你的操作的節奏。好的，簡單說一下這個 APLD。我們再看麗麗問了一個谷歌打算建倉，那谷歌的話也是周末的話，出了一些相對利空的消息吧。我也注意到它是一些 AI 相關的大牛跳槽了，對吧？無論是跳到 OpenAI 也是，或者是跳到這個 Anthropic， 對它的打擊可能是有點大，對這個 DeepMind。這個組對這個 team 可能打擊有點大，這是為什麼今天谷歌是跌了將近6%，對吧？但是那麼它的結構上具體現在都是瘋狂搶人嘛，對不對？那麼現在這個回落這一段是勾一筆了，從最高點回落已經勾一筆了，而且還碰到了這個350，也就是說月線上它可以短暫的到這個350這個位置，月線上也是給到一個大的頂分型。那麼我們要看這個回落了，現在這個回落是要在這個位置能夠結束呢，還是要再繼續往下延續？這個不知道啊，對吧？但是起碼我們知道這個回落是勾一筆的，那麼我們需要降低週期。但是在日線上它只有一筆，現在這個回落這個反彈不夠一筆，就是說MACD 的話，你看它的 MACD 之前想這個位置收平的話就好一點。但是沒有辦法，周末又出了一個消息，這個跳槽，這個幫大牛跳槽，現在張口又開始張了。但是柱子的伸長並沒有非常明顯的，所以說有可能再踩一下120天。如果說你想建倉的話，我建議等一下120天這個位置的，大概在335附近，看它能不能夠就是止跌。335這個位置如果說能止跌的話，你可以再先買一點，因為它的小周期裡面，你看它這裡是有結構的。這裡有個小中樞，1小時上肯定是有結構，這裡有個中樞，前面還有記住再離開，這個結構可能是相對飽滿的。就335這個位置可以等待它出現一個大點的支撐的位置，你再買，甚至再往下沉，就是沉到200天。但是前面這裡嘗試跌破過200天又拉回來了，所以說現在短期的這種不好的消息的利空的打壓。你如果說長期看好的話，反而是一個很好的進場的位置，而不是說你要去割肉的。畢竟，這個雖然說這個大牛跑了，那麼還有很多大牛了嘛，對不對？也不是說就這個大牛就成了，這個對這公司就起到了多麼關鍵的。雖然說很關鍵，但也不能說他一個人就決定了這個整個 AI 的這個對谷歌的一個影響吧。我覺得可能這個牛人雖然牛，但是也沒牛到一個人能夠扭轉整個這個行業或者整個的這個東西，所以短期的利空反而是你要等待進場的機會，而不是說去割肉。這是谷歌。我們再往下看 ，Sherry 也問了一個 BE， 就是這個 Bloom 這個什麼 Bloom Energy， 就是跟 AI 相關的，然後前一陣確實挺火。我們看他說，成本較高，還能持有嗎？為什麼會成本較高呢？它現在基本上是在最高的價格，你的成本較高是在多少呢？你最好是，就是說，如果說你要這麼說的話，就最好是把具體的成本說一下，這樣的話才好。你說的成本較高，我的意味就是300吧，300的話就是成本較高。你只要在这個，比如說這個240，那就成本就不高，畢竟這個區間已經漲了40%了。對吧？所以你的成本較高，我不知道是不是追出來的還是怎樣，但是
跟这个 AI 现在是非常火，但是你没有能源也不行啊。它之所以这个 Bloom Energy 这么火，就是因为它是供能的嘛。然後你說成本較高還能持有嗎？那麼這現在這麼強，現在這麼強勢，但是 MACD 現在張口也是從零軸起來的，但是呢，你要關注的就是這裡不能夠背馳，就這裡不能弱，這個現在的強度一定要保持住才能可以。那麼如果說你只是短炒一下的話，那麼就小心它什麼時候拉回來，在這個中樞是不是拉回來在這裡中樞震，所以不給你，畢竟短期是強勢狀態啊，現在是強勢狀態，那就沒有必要着急賣。什麼時候給你一個明確的頂背形了，你可以減一點，減一半，對吧？先減一半，但是問題呢，現在離這個中樞還不是特別遠，它離現在這個中樞還不是特別遠。它如果說離得很遠的話，可能回來給一個300還能再上。如果說離中樞不是很遠的話，很容易被拉回來，曉得吧？所以至於你要不要賣，那就看你的成本在哪裡，倉位是多少。如果說成本很高，但是倉位低，那你就可以多拿一拿，多扛一扛。如果說你的成本又高，倉位又高，那你肯定要減呢。稍微有點風吹草動，你都要減一減，對不對？啊，你是在300那裡，對吧？那麼在300的話，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這個裡追進去的。那麼現在是賺了12%，也沒賺多少。那麼這個一段的話，我們看一下它的內部。內部的話，我們看這裡，這裡有過一次回檔，30分鐘的話可能比較明顯一點。這裡有過一次回檔，然後這也不夠，所以說30分鐘的話，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結構。這個也不夠，但是30分鐘已經有兩個，這個就第3段啊，已經有了2個小中樞了。這裡隨時可能給你一個4，也就是走一個1、2、3、4，但是4的話也不好測呀，也不好說它能回檔到哪裡。它可以在這些任意的位置，對吧？都可以的，都可以。所以一般我們看一下，如果說要回到4%、7%、10%，那你這個就白做了呀。300，如果說300進的，我的建議是先減一點。先減一點，然後因為它的1小時上這個3怎麼說呢，整體還可以。這個是30分鐘啊，不是1小時，30分鐘這個3，第3段還可以吧，就這個1、2、3的3還可以，唯一就是它的內部可能是有點飽滿了，但是這段拉伸的也還湊合，這就看你個人了，這就不好說了，就看你個人的風險的承受度。是強一點呢，還是弱一點？弱一點就可以先減一點，等待這個4的回落，就是1、2、3的4回來，我再買回來，然後看有沒有5。如果說你的那個抗風險能力或者你的承受力大一點的話，那就再拿一拿。畢竟它這個 MACD 並沒有明顯的這個柱子的面積啊，快慢線的高度並沒有明顯的收縮，也就是說它這個動能還可以，再加上日線上明顯是強的，就日線上最後這段。它是從零軸起來的這段這一筆，所以如果是我的話，成本這個主要是倉位如果說不重的話，我可能會多拿一拿，攤一攤，等待明確的頂分型，日線上可能給我明確頂分型，我再開始減。如果說我的倉位很重的話，那我可能會跑得早一點，這就看你個人了。我們再往下看。58499問 Oracle 甲骨文的話也是之前財報的原因出現一波大跌，對吧？就是它的支出太嚴重了，但是賺錢的能力現在大家沒有看到。那麼衝了2、3天之後，現在又下來了，你就看這個能不能夠扛得住這個財報那天的這個低點175.28。如果說跌破它的話，那就可能去120天了。120天就希望不要再被跌破，不能夠張口往下走，那就深了，對吧？所以說我們之前說過，它在週線上其實是一個可以是針對前面這個是一個二賣，也就是說週線上如果說要回落一筆的話，那可能要到這個位置了，就到去這200周到135去了，那就深了。
那麼這就是我們要關注的。那麼現在整個这一段可以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小周期上1小时的话，有过反彈這裡，然後這裡也有過，然後這裡，那麼最後一個中樞就在現在在這裡，這裡有最後1小時的一個中樞，前面基本上就一個浪形的模式下來的，一個5浪吧，然後這裡做了一個中樞，現在要往下走，現在吧，這麼走的話，跌破這個前面那個1175.28就很有可能要跌破這個位置，跌破這位置盯着這個120天在173.5，所以說要想買的話，可以先不着急，等它踩到120天了之後再看，這裡能不能夠比如收個十字星之類的 K 線，然後第二天給一個底分型，那你可以再買一點，因為它的內部結構相對是飽滿的呀。這個是一個進入段，前面一個大進入段，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中樞，就這個離開不能夠加速，這個加速的話呢，可能要做2個中樞，它如果說不加速的話，那就可能做一個中樞，給你一個小3脈，然後就結束整個這段下跌，那基本上就到120天那個位置，對吧？但是就看你的這個交易周期了，對這個公司的這個是要準備短炒一把做一個反彈，還是只是要做一個中長線的持有？但是它現在針對1日線這個中枢並沒有明確脫離它沒有加速往下走，對吧？所以說現在短期的話120天是它一個生命線，這是一個生命線，只要不離它太遠的話，只要不脫離這個120天這根線太遠，基本上就沒有太大關係。就前面那個134想跌破的話，難度比較大，這個空間24%的空間。如果說真的要跌破120天，比如某一天就開在120天之下，如果說不能夠快速收回來，你就先出來，因為它有可能要跌破這個位置。只要不出現這種情況，就不用太害怕，畢竟這個25%左右的一個空間還是很大的，除非是特別壞的消息刺激才會出現這種情況。所以圖形上我們就先做這一段的這個下跌結束之後的一個反彈。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Oracle。我們再往下看，前面又問了一個 ARGM，另外一個尾號7667朋友問了一個 AXTI， 我們先分析他問的這個。打算建倉是吧？那麼 AXTI 的話，我們簡單的看一下，我們之前是沒有分析過。簡單的看一下它的基本面圖形的話，我們看一下大周期，從 1.13 下面是橫了好長時間，起來了一段。AXTI 這公司主營業務是開發並製造化合物半導體元晶，核心產品磷化銦，是叫磷化銦吧，還叫什麼玩意兒？這個我可能說的這個那個說錯別字也有可能。然後反正就是一些化學產品吧，給這個半導體這個元晶使用的，然后它還有光模塊激光器，還有5G 基礎設施、衛星太陽能電池不可缺的底層材料。它的晶體生長專利與上游原材料垂直整合。它的這個行業地位的話，就它生產這個東西啊，在全球與高性能市場的絕對先鋒龍頭之一。2026年受益於 AI 數據中心光網絡擴容，其訂單積壓量創下歷史新高。大客戶的話就是全球的一線光芯片以及光模塊的巨頭，還有也有一些競爭對手，但是它基本上還是挺牛的。然後地缘政治出口管制與中國子公司的上市博弈，它主要產能布局在中國，極度依賴中國商務部發放的特殊金屬出口許可，審批節奏的波動會直接導致其業績劇烈波動。此外，其中國子公司在科創板的上市進程以及早期私募資金撤出風險也是常見隱患。所以這是一個我剛才已經簡單說了一下它的這個基本面。那麼圖形上
這波大漲，對吧？從這個2點多漲到143，然後现在这个是回撤不夠一筆。那麼我們主要觀察就是它的就是這個基本上從下面這個起漲點上來之後的一個狀態。這裡是有過回落，這裡也有回落，但是基本上就走得很強。這裡是做了一個中樞，我們把它的中樞給它畫出來，這樣的話就好。然後這裡還給了個3買，給了個3買。我們把這個從這個中樞之後的一個發展給它畫出來。這裡是直接就一個假的3買之後直接上去，然後基本上就這麼一個結構。現在是做了2個中樞了，就是這裡其實它這個比較特殊在這兒，這裡當時當下這個位置是夠3賣的，3買啊，就是一個123，然後給了個4的回撤，然後但是它這個反彈是不夠一筆，因為只有4根 K 線。但是如果說你是當時當下的話，你看它回撤到很淺，這個位置是在 0.382， 這個3買是要去應對的，要去買回來。雖然說它的後期只用4根 K 線，你不能說我這個但是它也滿足了一個123呢，小周期裡面，所以它從底下這個起漲點的話是一個12345，其實，所以說你現在就要從這個最高點斷開分析了，因為它有可能是一個就是這面的結構有可能完事兒了。那麼右側看它怎麼發展。我們現在假設它從142.79就是一個現階段的一個高點。那麼這個反彈，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反彈是彈到了 0.018， 沒上去，對吧？然後出了頂紋型。你的問題是只是打算建倉，那麼建倉的話，起碼要等這一段下來吧。等待這段結束，現在還不夠，我要是我的話，我肯定要等待它跌破81之後，我再可能買，甚至是跌破76，因為跌破76就3段了，第2、3可能有背馳了。那如果說慘一點的話，可能要去120天去60，就是1、2、3可能是這樣。你也可以先測一下，簡單先測一下有沒有等比例的什麼位置。75.47是 0.018， 75.47也是跌破了76，就是它如果說跌破76之後力度不夠強的話，你就去買一下，先買一點，長期看好的話先買一點，如果它再去往下延伸，那就去120天60了，最次就去50，對吧？就這種沒有辦法預測到它怎麼走，怎麼跌法，但是起碼現在這種狀態 MACD 開始張口，但是好在柱子面積沒有快速增加，長度啊、面積啊，對吧？說明這段的內部是有抵抗的，所以可以稍微再等一等。但是要想買的話，我建議是要麼是跌破81，要麼跌破76之後再開始買。因為跌破81，但是不跌破76，可能給個2買，先彈一下，然後再下。或者說跌破76的話，就是會出現一個盤整背馳，3段打個3折還是打個5折，這都我們都不知道。起碼現在我是不會去買它的，等待跌破這2個位置之後。好的，我們還有最後2分鐘，我們再最後看一下，秦朋友問了這個 ALGM 是吧？這個是你在周末的時候想留言，我們在這個周末漫談的時候分析，但是我周末漫談做的比較早，所以沒有分析到這個票。但是我當時已經留言說它的我們看一下它的基本面，這個我們之前是沒有分析過。那麼我當時大概瞅了一眼，就是它的週線上是在走這個從這個起漲點16.38這裡。那麼這公司是全球智能車芯與工業自動化的關鍵參與者，主要設計並製造高性能的磁感應傳感器，還有電源管理芯片。產品主要用於汽車，還有一個工業的數據中心啊、機器人啊、液冷風扇、精確運動控制。那麼這公司是全球汽車磁傳感器領域的絕對龍頭，市場占有率將近28%。客戶有誰呢？有這個Bosch，就是德國那公司，還有什麼 Continental 啊，什麼一些電裝全球一線汽車零部件巨頭，以及各大頂級的 AI 數據中心供應鏈。所以說它在這個
瓷砖暗器領域是绝对龙頭。那么我当时简单的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起碼是周線的一個大中樞，然後周線上這是進入段，離開段不背馳，它走的周線的小 B 段。那麼周線這個小 B 段的內部，它得走一個123。當時看的是123啊，對，是一個123，這個是不夠一筆，它是這樣的一個123。日線上是一個123，因為這裡是只有4根 K 線，所以123。那麼123的話，看看有沒有背馳。現在，快到等比例了，63.32是等比例，也就是說這段跟前面那段的比例是相等的。張口張得很大，對吧？我當時給的建議就是圖形上很不錯，可以買回落，但是今天是一個跳空高開，又漲了2.多%。但是它在小周期這裡肯定是有中樞了，然後它也是1小時上肯定是有進入段有離開段，對吧？但是現在這個離開段走的也可以，你看它的表達的 MACD 就表達的很強勢的時候你就多拿一拿，有的話就可以多拿一拿，等待明顯的那個，比如說出現頂分型啊，這個 MACD 不再繼續張口啊，柱子的面積啊長度不再伸長啊，對吧？因為它強的時候你就可以多等一下，弱的時候你反而要早跑一點。對不對？不是說漲了就一定要賣，而是關鍵還是在你的持倉成本、你的成本，還有你的持倉量，這才是最關鍵的。如果說你的持倉成本又高，就是那個倉位又重，那你肯定就拿不住啊。所以我一直建議就是在回調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這些股票，然後進場？那都到這兒了，你再追，它稍微有一點調個5%，你一割肉，啪，它又上去了。對不對？好的，那麼的話，我們就簡單的分析這麼多了，今天就到這裡了，感謝大家的參與，再見。